我的未婚夫方鹤轩聪慧博学，乃状元之才，却爱上了一个娼女，为她痴狂，荒废学业，怕她误了前程。我揭穿此女子乃是他同窗相好，故意接近她，乱她道心。娼女羞愤不已，当晚吞金自尽。从此方鹤轩埋头苦读，最终高中状元，一路扶摇直上，成为权臣。没想到他却恨我入骨，捏造罪名灭我九族，侵吞我家万贯家财，还将我卖进青楼折磨致死。重生醒来之时，恰逢方鹤轩至我家索要银2位娼女赎身。我爹愤怒至极，欲将其逐出家门，我赶忙阻拦，并将银子恭敬的地上。我与方郎君的婚约今日便取消，这些银两全当恭贺你与嫣儿姑娘喜结连理，愿你们百年好合。方鹤轩前来讨要银两之际，我刚刚重生归来，丫鬟桃枝怒火中烧，小姐这般花容月貌，竟也能遇此负心之人，那方姓之人莫不是个痴儿？奴婢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，在外嫖娼无钱，却来向未婚妻讨要银子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我不禁扑哧一笑，笑着笑着却又落下泪来。桃枝顿时惊慌失措，轻声细语地哄我：小姐为何哭泣？皆是桃枝之过，是桃枝多嘴了。小姐莫要伤心，老爷定会为小姐撑腰。我紧紧抱住她，泣不成声。桃枝是自愿卖身为婢进入我家的，她家中有5个妹妹和1个弟弟，家境贫寒至极，已到揭不开锅的地步。父母欲将她许配给一个瘸腿老光棍以换取彩礼，她不愿听天由命，鼓起勇气拦下我的马车，询问我是否愿意买下她做婢女，只需3两银子。我愿为小姐鞍前马后，一生报答小姐的恩情。前世的她的确做到了。方鹤轩大权在握之后，将我和桃枝一同卖入青楼，为了不让那些嫖客玷污我，他拼命接客，最终惨死于床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衣衫褴褛，浑身遍体鳞伤，仅剩下最后一丝气息。对不起小姐，桃枝今后无法再保护你了，你快逃吧，逃得越远越好。话未说完，他便在我怀中没了气息。我并未逃离，而是静坐一夜，等待方鹤轩前来寻我。听闻桃枝死去的消息，他果然来了，痛苦吧？可你今日的痛苦不及我当初1/1000，我却满脸笑容地为他斟酒，不过是一个婢女罢了。大人何出此言？来，奴家为大人倒酒。未见到预想中的崩溃、愤怒与失态，方鹤轩暴跳如雷，他挥手打翻酒杯，呵斥道：贱人终究是贱人，你就是个冷酷无情之人。我趁机抽出匕首刺向他的胸口，未曾想到他在盛怒之下仍保持警惕，侧身躲过致命一击，匕首刺中了他的肩膀。他的侍卫冲进来将我按倒在地，我沉默无言，只是用冰冷的眼神狠狠瞪着他。他捂着流血不止的肩膀，放声大笑：哈哈，甚好，看到你如此，我便安心了。当着我的面，他将桃枝的尸体挫骨扬灰，又将我押至我爹的衣冠冢前，让男人们肆意侮辱。他安然坐在一旁，悠然自得地观赏。高高在上的沈家大小姐，不是瞧不起娼女吗？如今自己沦为娼女，滋味如何？我拼尽全力狠狠诅咒他：方鹤轩，你忘恩负义，必遭天谴！我诅咒你断子绝孙，不得善终！他被我激怒，一脚踩在我头上，恶狠狠地说：我必遭天谴，不得善终！若不是你，嫣儿早已成为我的妻子。沈飞鱼，该死的是你，该遭天谴的也是你，真是荒谬至极！为了一个欺骗他、玩弄他感情的女子，他竟然隐忍谋划7年，不择手段地为他报仇。我狠狠咬断舌头，选择了自我了断。剧痛袭来之时，我迷迷糊糊地想，若有来生，我再也不会阻止方鹤轩自甘堕落。我要做那台下看戏的旁观者，看他起高楼，看他宴宾客，看他楼塌了。痛哭一场之后，我终于平复了心情。我带着桃枝来到前厅，方鹤轩背手站在堂下。如今他不过是个穷困的举人，面容清瘦文雅，浑身散发着书卷气息。很难想象如此一位读书人会对一个娼女如此痴迷。他不卑不亢地对我爹说道：岳丈大人若能借我些银两，助我为嫣儿赎身，我日后定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。我爹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立刻就要命人将他赶走。呸！哪来的无耻之徒？你们都死了吗？来人啊，还不将他扔出去！家丁们领命，一拥而上。眼见方鹤轩就要被抬着扔出大门，我急忙上前阻拦。且慢！方鹤轩看到我时，眼中顿时一亮，欣喜若狂地说：飞鱼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来帮我劝劝岳丈大人。我冷冷地说：方郎君请慎言，此处哪有你的岳丈大人？我爹和方鹤轩都愣住了，随即方鹤轩脸色难看地问道：飞鱼，你这话是何意？我微微一笑，就是字面意思，你我之间的婚约不过是2家长辈的口头约定罢了。如今你既然已找到心仪之人，那这口头约定便就此作废吧。方鹤轩梗着脖子望着我，气得脸色一阵白一阵青。方家本是个破败之家，方父好赌，将家业输得精光，为了躲避债务，慌不择路掉进河里溺亡。方母日夜不停地拼命刺绣，以致双眼失明，才换得银子还清外债，却也再无能力供方鹤轩读书。于是他们孤儿寡母便来到我沈家，只因我祖父曾与方家祖父口头定下娃娃亲，我爹不惜耗费大量钱财，全力资助方鹤轩读书，四处疏通关系，送他进入博才书院，还在外购置了一座小宅子，又雇了几个下人，总算让方家母子在清水镇安定下来。可以说，方鹤轩能有今日的成就，与我沈家的全力相助密不可分。所以方鹤轩即便对娼女爱得如痴如狂，也未被冲昏头脑而与我解除婚约，甚至还向我爹保证绝不会影响我的正妻之位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我竟敢率先提出退婚。方鹤轩深吸一口气，仍想哄我，
飞鱼，你可是吃醋了。我虽倾心于嫣儿，但她也只能做妾，待我日后高中状元，定会为你赢得凤冠霞帔，将来还会为你求得诰命。这些话让我听了心生厌恶，我皱着眉头打断他，让桃枝打开手中的小匣子给他看，这里有1000两银票，足够为你的嫣儿姑娘赎身了。方鹤轩看到那一沓银票时，不禁有些心动。我喝了口茶，不紧不慢地说，只要你写下你我婚约作废的契约书，按下手印，这些银票便全归你了。方鹤轩沉默许久，最终拿起一旁早已备好的笔墨纸砚，写好契约书并按下手印后扔在地上，傲慢地说，沈飞鱼，你可别后悔。丫鬟将契约书捡起递给我仔细查看无误后，我示意桃枝将银票匣子交给他，这些银两就当祝贺你与嫣儿姑娘新婚之喜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来人，送客。方鹤轩甩开家丁的手，大踏步地离开了。我爹全程未发一言，任由我亲手斩断了这一段孽缘。他看着我红肿的眼眶，心疼地说，没关系，鱼儿，爹爹会给你找一个比他好1000倍万倍的夫婿。前世我爹就气得想解除婚约，那时我鬼迷心窍，还在一旁安慰我爹，食色性也，昌女妩媚动人，方郎君迷恋她也在情理之中。沈家耗费了如此多的钱财和精力培养方鹤轩，我也不愿半途而废，毕竟他在读书方面确实颇有才华。当今皇帝昏庸无道，奸臣专权，我爹原是大周的首富，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，便变卖了所有产业，急流勇退，带着全家迁至边陲小城的清水镇，做了一个低调的富家翁。我天生聪慧，我爹虽自幼将我当作男子来培养，但我终究是个女子，女子无法参加科举，不能经商，只能被困在后院的一方天地之中。而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容貌愈发倾国倾城，国色天香，乱世中的美人向来命运多舛。我爹意识到他需要培养一个知根知底的可靠之人来守护我一生。恰在此时，方鹤轩出现了，他才名远扬且家境贫寒，而沈家最不缺的便是银子。方鹤轩也十分清楚，沈家全力资助他读书，是期望他日后飞黄腾达之时能够回报沈家，所以他才敢毫无顾忌地来沈家索要银子，为昌女赎身。他笃定我们不敢与他翻脸，也笃定我爹除了他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女婿人选。前世我原本打算答应方鹤轩，在答应之前，我女扮男装去了一趟青楼，想见嫣儿一面，却意外撞见他与方鹤轩的同窗王仲怀正在密谋。王仲怀是个富家子弟，相貌英俊，才华出众，但在读书上总是略逊方鹤轩一筹，因嫉妒而生恨，竟想出如此毒计来毁掉方鹤轩的前程。我将所有真相告知了方鹤轩，他受到极大的打击，冲动地去找嫣儿对峙，无人知晓那晚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争执。总之，嫣儿在他离开之后便吞金自杀了。方鹤轩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，想要好好安葬他，老鸨却称尸首已在夜间被扔到了乱葬岗。他不眠不休找了3天3夜也没找到，大概是被野兽给分食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方鹤轩不怪自己冲动，不怪企图害他的王仲怀，不怪欺骗他感情的嫣儿，而是将所有的账都记在我和沈家头上。他就是个恩将仇报的蠢材，还好苍天有眼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这一世沈家自有我来守护。从漫长的回忆中脱身，我目光灼灼地看向我爹。爹，找夫君的事不急，当下有更要紧的事。2年后，长公主将在皇位厮杀中胜出，继位为女帝。我可以凭借上一世的先知优势，凭沈家富可敌国的财力，助长公主登上皇帝宝座。届时沈家就有了从龙之功。就算方鹤轩对沈家退婚之事怀恨在心，他拿什么跟我争？方鹤轩被沈家退婚，为昌女赎身的是在清水镇闹得沸沸扬扬。有人觉得方鹤轩堂堂读书人，整日寻花问柳，沉迷女色，有辱斯文；有人支持方鹤轩，觉得大丈夫之患功名不立，何患无妻？堂堂7尺男儿怎能被女子拿捏？待来年金榜题名入朝为官，还怕娶不到高门贵女吗？这沈家再有钱又怎样，也不过是个商户罢了。外头闹得厉害，我却充耳不闻，忙得脚不沾地。我掏空了沈家的大粮仓，又砸下重金火速筹备了1万石粮草，准备运往前线。上一世，长公主周婉兰率领赤色军，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情况下，苦战大金精锐骑兵，赤色军几乎全军覆没，才将大金军队彻底击溃，以惨胜收场。周婉兰在战场上厮杀，她的兄弟姐妹却个个想置她于死地。也正是这次战役，让她看清了朝廷的腐朽，上位者的昏庸无能，兄妹的恶毒无底线，而下定决心夺取天子之位。按照时间线，此时正是周婉兰急需粮草之时。我筹备的这些粮草就是及时雨，帮周婉兰解了燃眉之急。果然，这次在我的相助下，赤色军大获全胜，死伤较少，主力得以保留。而我也终于如愿见到了长公主周婉兰。明艳冷肃的女将军坐在帅帐之内，淡漠地问我要什么。我解了面纱，朝她一拜。沈家愿倾尽万贯家财，助将军登帝位，只求陛下日后能护沈家周全。周婉兰眉眼冷峻地望着我，黑眸幽深，表情没有一丝波动。上位者迫人的气息尽显，但我没有退让，与他对视良久。我这样直接把他的心思戳破，极有可能会被灭口，招来杀身之祸。我在赌他不会杀我。上一世为了当好方鹤轩的贤内助，我对女帝周婉兰了解甚深。她是元后嫡女，元后出身将门，长公主从小就对行军打仗有着极高的天赋，皇帝对其宠爱有加，将她送到外祖家培养。周婉兰文韬武略，以女子之身从尸山血海中杀出了一条帝王路。她是一代明主，也只有她才能护我沈家周全，助我报上一世的血海深仇。所以我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开出了最好的条件。有大周首富沈家的财力支持，意味着他前世走得颇为艰辛的帝王之路能事半功倍。周婉兰静静地看着我，半晌后云淡风轻吐出一个字：
刻，我眨了眨眼睛，悬着的一颗心这才缓缓落了地。哪怕再怎么笃定他不会杀我，也难免会紧张。稳住心神后，我乖顺道：“多谢将军。”周婉兰突然问：“沈家女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愣了下，恭敬回答：“草民沈飞鱼。”女将军倏地笑了，冷厉的眉眼霎时变得柔和，艳色逼人。沈飞鱼，我身边正好缺一个女官，我看你很合适。我心中一喜，赶快行礼谢恩。飞鱼谢将军提拔，上一世因女帝当政，女子也可以参加科举，入朝为官。重生回来后，我早已做好打算，走科举路，替周婉兰解决粮草危机，一为天下百姓，二也只是想在未来陛下跟前露个脸，卖个人情。没想到倒让我鱼跃龙门了，还真是意外之喜。周婉兰带领大军先班师回朝，命我1月内到任。我马不停蹄回家，将所有的事情都跟我爹说了，包括上一世沈家的结局，当然隐去了我被发卖去青楼被折磨致死的事。我爹丝毫不怀疑我是在胡言乱语，恨不得手撕了方鹤轩，方家贼子。我精明一世，竟被这等卑鄙小人害得家破人亡，这隐事也没必要隐了。他当机立断，决定跟我一同回汴京。我晕船很严重，走不了水路，还好家中特制的马车又稳又宽敞，也没吃太多苦头。行至半途，在客栈休整时，意外看了场好戏。我爹已经歇下，我和桃枝坐在2楼喝茶。大堂突然一阵吵闹喧哗声，桃枝往下瞥了一眼，瞬间幸灾乐祸道：“那不是姓方的吗？怎跟个落水狗般被官兵抓了？报应来得真快啊！”我来了兴趣，探头去看，只见方鹤轩狼狈不已被几个衙役架住，人烟在旁急红了眼。他怒斥：“我可是举人，你们敢这样对我？”世风日下，卖官鬻爵已经是公开的秘密，只要有钱买个小官当不是难事，小小举人实在没什么威慑力。果然，为首的衙役举起蒲扇大的手，啪啪给了他2巴掌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一个小小秀才还想罔顾王法吗？旁边有个鼻青脸肿的男子龇牙咧嘴附和道：“就是，青天大老爷可要为草民做主啊！”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这中年男子曾是人烟的恩客，言语间颇为轻佻。方鹤轩冲冠一发为红颜，将男子暴打了一顿。男子气愤报官，要么赔偿500两白银，要么去蹲大狱。再过几月就要春闱了，方鹤轩此次上京是为了赶考，自是不想蹲大狱。他瞬间冷静下来：“我乃富商沈家的女婿，今日不曾带银子出门，可以与你写个欠条。”中年男子根本不买账：“我呸！清水镇谁不知道你被沈家退婚了，还沈家女婿呢？要不要脸啊？”方鹤轩脸色铁青：“谁说沈家退婚了？我们就是闹了点小别扭罢了。这桩婚事是方沈2家祖父定的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怎可能说退就退？细看到这，既然牵扯到沈家，我也不能再旁观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，看了眼桃枝，桃枝心领神会，拿起一个杯子狠狠砸在地上，碎片四溅。众人循声望过来，方鹤轩看到我喜出望外：“飞鱼，太好了，你来替我跟他们解释一下吧。”他语气傲慢了起来，对衙役道：“那位就是沈家小姐，我的未婚妻。”衙役不认识我，但看我的着装打扮，也能看出非富即贵，语气顿时收敛了许多，抱拳问道：“沈小姐可认识此人？”我瞥了眼方鹤轩，他正满心期待地望着我，四目相对，我淡淡开口：“不认识。”桃枝不忘补刀，也不知哪来的泼皮无赖，沈家的高枝也是你能攀的？围观众人一阵嗤笑。方鹤轩脸色顿时由白转青，人儿哭得梨花带雨，跪在我跟前苦苦哀求：“沈姐姐，燕儿命苦的郎君怜惜，燕儿从未想过破坏您和轩郎的婚事，您打我骂我都行，不要责怪轩郎，求求你救救轩郎吧。他真的不能去蹲大狱，他马上就要考状元做大官了。届时您是正儿八经的状元娘子，我左右就是个妾，您又何必因儿跟郎君置气？”我用玩味的眼神打量着眼前的美人。上一世人烟是抱着毁掉方鹤轩的目的而接近他，真相被揭穿后，他竟吞金自尽，让我颇为意外。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真爱上了方鹤轩，直到他的尸首找不到，我断定他是假死脱身，以死给方鹤轩致命一击，想让他彻底沦为废人。刚才他这番话看似求情，实则想激怒我，是生怕方鹤轩死得太慢。好，两世都不忘初心，不被情爱所迷，有这样一个蛇蝎美人在方鹤轩身边，我就安心了。方鹤轩心疼不已，把美人拉了起来。燕儿莫要求他，此等毒妇不配做我的状元娘子。他翻遍全身，凑了500两给了衙役，最后身无分文，被客栈请了出去。被赶走前，目光阴森地望着我，语气狠厉道：“今日之辱，他日我定会千倍万倍找你还回来。”沈飞鱼，末期少年。我闲闲地打断他：“末期少年穷，末期中年穷，末期老年穷。”方鹤轩气得够呛，指着我你个不停。我微微一笑，改口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说错了，应该是末期死人穷。我观你面相，大抵是活不到中年了。”此后几月，我再没见过方鹤轩。我进了长公主府，成了周婉兰的女官，掌管文书，协助他处理各种政事。其实也没什么正事需要处理。周婉兰拼死打了胜仗，却没得到任何嘉赏，反被帝王忌惮。朝中局势波澜诡谲，老皇帝身体每况愈下，太子之位未定，皇子们个个虎视眈眈。那日我陪周婉兰对弈，他青葱的指尖捏着一枚黑子，突然问我怎么看。我不慌不忙落下一子，瞬间破了棋盘上黑子对白子的围追堵截之势。与其相争，不如借此机会转明为暗，韬光养晦，收敛锋芒，坐山观虎斗。如何做？交虎符，回长公主府仰面首。周婉兰沉思不语，手指慢慢敲着桌面。上一世她一路相争，不曾退让，为了皇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我这提议并不符合她的个性。就在我有些惴惴不安时，她莞尔一笑，一抬风流，玩笑道：“
飞鱼生的一副好样貌，家中可有兄长弟弟？我知他是同意了我的提议。次日上朝，他在朝堂之上故意惹怒皇帝，顺利被夺了虎符。赋闲在家，没事就养花下棋、朝夕班进府看戏，装作一副心灰意冷、纵情声色犬马的模样。长公主毕竟是女子，本朝也从未有过女帝，她就算再有能耐，他们也潜意识觉得女子翻不出什么花样，于是各方势力都慢慢放松了警惕。那日长公主心血来潮，请我去新开的酒楼尝鲜，大厨是江南人，拿手菜都是我爱吃的江南菜系，我吃的眉开眼笑。周婉兰莫名看了我好几眼，我不明所以，还以为她想吃却不好意思，连忙将跟前那碗东坡肉推到她面前，殷勤道：公主您尝尝这个，味道很正宗。她似笑非笑地望着我，终是忍不住伸手过来帮我擦了下嘴，酱汁都沾到唇上了，跟个孩子似的。我脸刷的一下涨得通红，嗫嗫道：微臣失仪，请公主责罚。周婉兰拖着下巴，眼波流转，语气慵懒道：责罚什么？本宫就喜欢吃饭香的小女郎。我更加不好意思了，微臣17岁了，已经不小了。她眯了眯丹凤眼，轻笑道：本宫比你大4岁，在本宫眼里，你永远都是个小女郎。我心跳莫名其妙漏了一拍，赶紧低头喝了几口汤。从酒楼出来，一个乞丐突然撞了过来，我眼疾手快挡在周婉兰跟前，我忠心护主没有发挥作用，那乞丐被公主的护卫一脚踢飞了出去，在地上哀嚎打滚，呻吟不已。我定睛一看，嘿，那乞丐还是个熟人，没错，就是方鹤轩。上次陶之告诉我他落榜了，人烟也失踪了，我还幸灾乐祸了一段时日。上一世风光无限的状元郎，这一世落榜，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此时看到他流落街头，沦为乞丐，这般落魄，我更开心了。方鹤轩也认出了我，西行过来，想抱我的腿。飞鱼，飞鱼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的面子上，你再帮帮我，就帮我这一次，我给你做牛做马报答你。他还没碰到我，就被周婉兰一脚踢飞，一脸冷肃道：放肆！他扭头看我，这乞丐是你的青梅竹马？我连连摇头，不是，不知道哪来的疯子。方鹤轩忽然失声痛哭，涕泪横飞，你是不是要将我逼死才甘心？我落榜了，我娘被我气死了，人烟也跑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不满意吗？还没消气吗？我冷声道：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有今日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与我何干？自重生后，我都没主动报复过他，甚至还给过他1000两银子，可他还是一步一步沦落到如今地步，再无翻身之力。我说过，今生我要做那戏台子下的看客，看他起高楼，看他宴宾客，看他楼塌了。这出戏唱到现在，果然精彩。回公主府的马车上，我一直沉浸在思绪中，直到周婉兰突然开口，语气淡淡的问道：那是你的情郎？我差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，嫌弃的呸呸呸了3声，待反应过来后，又苦兮兮的谢罪：微臣失仪，请公主责罚。周婉兰心情突然变得很好似的，轻快道：说吧。于是我便把我跟方鹤轩的恩怨纠葛全盘托出。周婉兰听完后，犀利点评道：你们居然想靠这种人品卑劣之人庇护，你跟你爹的眼光都有些一言难尽。我灵机一动，赶紧卖乖，但微臣后来的眼光就变好了，所以才能去军营找到公主庇护。这个奉承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周婉兰眼睛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，不仅眼光变好了，嘴也变甜了，哄人的话信手拈来。我笑嘻嘻的回答：苍天可见，微臣所言句句是真心话。一路说说笑笑，方鹤轩的事便抛之脑后了。又过了几月，继后所出的3皇子周文颂在众多皇子中胜出，被册立为太子。东宫生辰，我陪长公主一同出席，居然见到了方鹤轩。大半年未见，他竟成了东宫的太监总管，气质越发森冷阴郁。看到长公主和我时毕恭毕敬，一丝情绪波动都无。宴会至半，我出来透气时迷了路，听到院中假山中传来一阵喘息之声。我默了默，无意打扰这对野鸳鸯，刚想悄无声息退走时，就听到那2人的声音，居然是太子和方鹤轩。方鹤轩声音变得尖利娇媚，似痛苦似欢愉：奴才受不住了，求殿下怜惜。太子哼笑一声，调笑道：还是你得姑的心意，姑的太子妃都不如你半分，待姑坐上皇位，必让你成为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9000岁。听说你与皇姐身边的女官有旧怨，姑帮你杀了她如何？我惊得退后一步，不小心踩到了枯枝，发出一声脆响。太子斥道：何人？我情急之下学了几声猫叫，野猫罢了，明日姑就派人把这些猫都打杀了。太子放心下来，继续做那苟且之事。方鹤轩声音更婉转柔媚了，我只觉天雷滚滚。为了出人头地，方鹤轩还真是拼了。太子不仅是断袖，还玩太监，难怪东宫妻妾如云，却无一子嗣。我稳住心神，回到宴会上。此时人多眼杂，并不是说话的好时机。刚在周婉兰身边站定，就看到太子和方鹤轩相继回来。经过长公主身边时，太子意味不明地扫了我一眼。片刻后，小丫鬟倒酒时不小心泼在我身上，吓得跪地求饶。太子道：方公公带女官下去换件衣裳吧。杀机四起，我掌心渗出了汗，刚想拒绝，长公主站了起来。正好本宫也想出去醒酒，一同前往吧。有了周婉兰陪同，一切有惊无险。回到长公主府，我便将今日得知的秘密告诉了周婉兰。周婉兰又在5皇子周武召来公主府拜访时，不经意间透露给了他。5皇子是贵妃之子，贵妃深得老皇帝宠爱，自是不甘太子之位这样被人横刀夺走。目前的形势看似大局已定，实则暗潮涌动。果然，在一次早朝中，
太子被五皇子党弹劾，曝光了他的丑事，说他不堪为储君。皇帝大怒，废黜了三皇子的太子之位，太子之位再次空缺。方鹤轩这个罪魁祸首被气候一杯毒酒赐死，丢去了乱葬岗。我派人去乱葬岗，没找到尸首，便知又是金蝉脱壳的伎俩。为防方鹤轩狗急跳墙，我将沈府的护卫增加了1倍，保障我爹的安危。6月下旬，老皇帝带着长公主和三皇子去京郊的行宫避暑，由五皇子留在朝中代为监国。是日，皇帝得到密报，五皇子勾结幽州都督，意图谋反。皇帝大怒，传召五皇子和幽州都督觐见。五皇子拒不应召，直接反了。正当皇帝想派长公主领兵讨伐叛军时，太白金星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5位，司天监监正上奏称金星现，星帝出，这是长公主拥有天下的征兆。长公主及其亲信皆被老皇帝软禁在行宫，三皇子脱颖而出，在老皇帝的旨意下讨伐叛军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已与上一世截然不同。上一世监正的金星预言直指三皇子，被软禁的也是三皇子，而长公主奉帝命讨伐叛军，大获全胜后顺势逼宫，最终夺得皇位。直到某天深夜，我院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见到方鹤轩的刹那，我便明白了一切。这一世发生的变数也都有了合理的解释，他定然也重生了，就因他也有了先天优势，才能提前布局，将长公主困在行宫。我突然想起那日在东宫撞破他们苟且之事，那日你知道假山之外的人是我。方鹤轩没有否认，笑道：还得多谢飞鱼，那时太子风头太盛，正好借着被废黜的机会收敛锋芒，我也能脱身出宫，隐在暗处帮他筹谋。我也笑了，是吗？我倒是觉得你在借着机会迫不及待逃离三皇子的宠爱呢。这话一出，果然激怒了方鹤轩，他脸色黑沉，没有刻意压低的声线又变得尖利了起来。闭嘴！顿了片刻，他平复好情绪，又道：上辈子我被奸人蒙蔽了双眼，辜负了你一片真心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王仲怀和人烟都杀了，头颅割了下来，日日编织，为你报了仇。我语气凉凉，不是为我报仇，是为你自己报仇吧。没有他们，你哪能体验到太监的乐趣？方鹤轩含情脉脉地看向我，让人浑身恶寒。我之前做错了事，飞鱼对我说话夹枪带棒也是应当的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待三皇子登基，我必用8抬大轿迎你过门。这话真是恶心至极，我不想再与他周旋，冷笑道：乾坤未定，方公公未免笑得太早了吧？五皇子叛乱，三皇子奉命讨伐，如今行宫只剩下皇帝和长公主，你不觉得哪儿不对劲吗？方鹤轩脸色大变，下一刻，行宫厮杀之声不绝于耳，官兵一拥冲了进来，将方鹤轩按在地上。我居高临下看着他，轻笑道：方公公，你的8抬大轿还是留着去阴曹地府迎娶你的燕儿姑娘吧。不过片刻，前方传来消息，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崩溃、愤怒和失态。方鹤轩怒不可遏，从此至此，胜负已分。在东宫生辰宴见到方鹤轩时，我就已经猜到他也重生了。虽然他面无表情，极力掩饰，但他的神色气场与前世做权臣时一模一样。我派人暗中调查了他落榜之后的所有行踪，查到他杀了王仲怀和人烟，就彻底确信他也有了上一世的记忆。他之后的种种谋划和布局，皆在我和长公主的掌控之中。我们决定将计就计，用调虎离山之计支开三皇子的人马，逼宫篡位。今生在我的助力下，长公主的赤色军和亲信势力都得以保留，一切比上一世顺利很多。三皇子和五皇子皆被诛杀，老皇帝禅位后不到3月就驾崩了。方鹤轩被处死时，我见了他最后一面，他死气沉沉地靠在角落里，又想来看我的笑话。我淡淡说道：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毒酒、白绫、五马分尸，做成人质。他无动于衷，仿佛已经是一具死尸。我继续道：你还记得上一世我是怎么死的吗？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何？他情绪渐渐激动起来，对着我疯狂磕头。我该死，我不是人，我禽兽不如。沈大人，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，我娘已经被我气死了，我不想她在地底下还不得安宁。我面无表情，跟一旁的狱卒吩咐，把她押去清水镇，途中盯紧点，不要让她死了。对敌人慈手软，就是对自己残忍，就让一切恩恩怨怨都在清水镇了结吧。女帝继位后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以雷霆手段处置了一批奸臣，广开科举之门，无论男女皆可入朝为官。而我也成为本朝第1位女宰相，紫袍加身，立于百官之首，和龙椅之上的女帝遥遥相望。重生一世，我终是改变了沈家与我的悲惨命运，走上了一条属于我的青云路。